如果让你把全家的家底交给一个正派的小偷，或者一个诚实的渣男，你会怎么选？1884年的美国大选就面临着这么一道难题。同时，这次大选过后，也让美国唤醒了那个幽灵，成为美国资本们的噩梦。首先是1884年的大选，1号男嘉宾是当年美国政坛的顶流詹姆斯·布莱恩，共和党人，长得帅，口才好，人送外号身披羽毛的骑士，粉丝非常多。按理说他应该是稳赢的，但他几年前搞出点事。他当众医院议长的时候，发现了一块肥肉。阿肯色州的小石城铁路公司快破产了，因为地皮批文一直下不来。布莱恩利用议长的职权暗箱操作，帮铁路公司保住了这块地。作为回报，铁路公司没给他现金，而是给了他一大堆债券。布莱恩1分钱本金没出，转手就把这些垃圾债券以高价卖给了他在缅因州的老乡和朋友们。布莱恩零成本赚了差价，铁路公司拿到了地皮，老百姓也觉得买到了好东西。但后来这个铁路公司垮了，债券变成了废纸。布莱恩为了维护名声，不得不自掏腰包赔偿了老乡们。他气急败坏地找铁路公司要钱，但谈崩了。所以这一次布莱恩其实是血亏。这就好比你去抢银行，结果分赃的时候，同伙给了你一堆假钞。1884年大选，民主党就把他这个丑事给他揭发了。所以美国每次大选基本都是一次互相伤害的时刻。好莱坞的编剧再牛，也牛不过美国的历史，每隔2年就能吃一次大瓜，瓜瓜不一样。此时共和党的布莱恩基本没什么希望了，普通人要是遇到这种情况，就赶紧回家洗洗睡了。但高手从不抱怨环境，布莱恩立刻给他的心腹下了一道死命令：现在别管自己有什么问题了，现在就给我好好的查克利夫兰有什么问题。他的对手克利夫兰是个47岁的老光棍，在纽约州担任州长时就是一个反腐斗士，因此在公德上基本很难找到毛病，所以要重点从私德下手。仅仅几天，他们就挖到了猛料，一个叫玛利亚的寡妇的故事浮出水面。玛利亚是克利夫兰老家一个高档百货公司主管，36岁，寡妇，长得十分哇塞，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但十分的寂寞，渴望有个依靠。这样的女人在那个年代的男人圈子里简直就是致命诱惑。因此玛利亚在当地整了个小圈子，这个圈子里她和好几个男人都有事情，而克利夫兰就是其中一个。同时1874年9月14日出现了一个生物学难题，玛利亚生下了一个男孩，但她并不知道孩子到底是谁的。玛利亚一口咬定就是克利夫兰的，但克利夫兰心里其实很犯嘀咕，因为他知道他的好友奥斯卡也和玛利亚玩得火热，于是他就给这个孩子起名叫奥斯卡·克利夫兰。所以这个事件十分的复杂，但对于布莱恩来说越复杂越好。1884年7月21日，一家小报社突然爆出惊天猛料，道貌岸然的纽约州州长竟是抛妻弃子的渣男。他把克利夫兰描绘成一个每晚在红灯区游荡的猥琐形象，利用权势霸占寡妇，生下孩子后又为了掩盖罪行，冷酷地把孩子扔进孤儿院，把母亲关进疯人院。总之怎么炸裂怎么报道，这一下子美国的清教徒们愤怒了。昨天大家还在骂布莱恩是小偷，今天大家都在骂克利夫兰是渣男。光有新闻不够，还得有 BGM。 布莱恩团队展现了惊人的音乐天赋，共和党组织了数千人，一群5大3粗的老爷们儿推着婴儿车，怀里抱着洋娃娃，他们把克利兰夫的事迹编成小曲几千人，同时边走边唱。在把对手抹黑成渣男的同时，布莱恩还不忘顺手给自己打一层柔光滤镜。他的竞选海报画风不再强调精明强干，而是放出了他的全家福。画面上，布莱恩搂着妻子，慈祥地看着孩子，背景是温馨的壁炉，旁边还趴着一条狗。所以他们100多年前党争这一块就非常会玩了。布莱恩的这套组合拳打下来，效果立竿见影。原本因为贪腐信件而崩盘的民调，竟然奇迹般的回升了。甚至有很多原本支持民主党的牧师、妇女团体纷纷倒戈，表示绝对不能让一个道德败坏的人走进白宫。这时候，大选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选布莱恩，他是个好丈夫、好父亲，看着顺眼，家庭美满，但他是个手脚不干净的人。而选克利夫兰，他不贪1分钱，还能帮你砍掉不必要的开支，不过私生活很混乱。这时克利夫兰的民主党团队都差点给他跪下来，求着克利夫兰说谎吧，就说这个孩子不是你的。但克利夫兰死活不肯，就直接承认孩子就是他的。但民主党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发挥了文科生的优势。民主党让一家报社写上一段话：我们应该把克利夫兰送进白宫，因为他只是私生活不检点，但他会把公事办得漂亮。我们应该让布莱恩留在家里，因为他是个好丈夫，正好可以天天陪老婆。选民们突然醒悟，对啊，我是选总统，又不是选女婿。这一个可以说很大程度帮助了克利夫兰扭转局势。但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布莱恩又犯了一个错误。选举前一周，布莱恩去纽约拉票，一位名叫伯查德的牧师为了讨好他，在台上大骂民主党是酒鬼，是异教徒。这一下子惹怒了一堆的爱尔兰人，他们爱喝酒，又信天主教。在当时的美国新教为主导，把天主教视为异教徒。新教徒认为天主教徒只听教皇的，不听总统的，因此他没了一大批爱尔兰人的票仓。1884年11月4日，大选结束，克利夫兰胜利，赢得了总统宝座。自从1860年林肯当选以来，民主党已经整整24年没有摸过权力的把手了。这意味着整整一代民主党人在野外喝西北风喝了24年，他们没有官职，没有油水，
在他们眼里，克利夫兰的胜选不是为了什么国家大义，而是为了开仓放粮。成千上万的民主党政客像丧尸潮一样涌向华盛顿，他们的口号只有一个：把那些共和党的人都踢走，那个位置是我的。此时的克利夫兰坐在白宫的办公桌前，面对着像山一样的求职信和门外排成长龙的求官者，他只说了一句话：别跟我谈党派，跟我谈能力。为了守住这个规矩，克利夫兰做了一件让民主党裂开的事情，他决定亲自审核每一个重要职位的任免。他每天工作到凌晨2、3点，亲自阅读每一份档案。有一次，一个民主党参议员为了把一个共和党官员搞下去，编造了一堆谎言，说那人贪污。克利夫兰没有轻信，他居然连夜自己去查账。第二天，他把账本甩在那位参议员脸上，这人比你干净多了，他留下，你滚。所以克利夫兰是一个没有党派之分的人，他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他这样做的结果就是2个党派的人都轮番上场骂他。而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疯狂否决。在他之前的21位美国总统加起来一共才行使了204次否决权，克利夫兰一个人就干了414次。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代表着他不对任何利益团体负责，只为对与不对负责。当时国会最流行的一种生意叫抚恤金法案。南北战争已经结束20年了，但很多老兵还在找政府要钱。当时国会的现状是，议员们为了选票，把抚恤金当成政治人情乱送。只要你能在选区里帮我拉票，我就能帮你把酗酒斗殴写成英勇负伤。克利夫兰觉得这简直是把国库当提款机，他开始逐一阅读成千上万份抚恤金申请书。这一读出了不少黑色幽默。有人声称自己在战场上受了伤，克利夫兰一查，兄弟，你当时是因为在家里爬梯子摔断了腿，否决。有人申请伤残补助，克利夫兰翻开档案，你是因为喝醉了酒跟人打架被捅了一刀，否决。最离谱的一个是某个逃兵的遗孀来领钱，他不仅否决，还要把这些荒唐的理由公之于众。每当他打回一份法案，他都会附上一份文采飞扬、冷嘲热讽的说明信，这些信会被报纸转载，成了当时全美最火的段子。他通过这种方式告诉纳税人，你们的议员正在慷他人之慨，用你们交的税去买他们的选票，让他们下次选人把眼睛擦亮一点。除了给纳税人捂住钱包之外，克利夫兰还要把那些被吞进肚子里的资产让他们吐出来，不吐打到吐。在那个镀金时代，为了鼓励开发西部，之前的美国政府非常慷慨，把铁路沿线成片成片的土地白送给铁路大亨，规则是我给你地，你给我修路。但到了克利夫兰上台时，他发现这帮大亨玩了一个狡猾的擦边，他们圈占了数亿英亩的土地，却压根不修路。他们把这些地囤起来，等着涨价，或者直接把原本属于联邦政府的森林和矿产偷偷卖掉。克利夫兰告诉手底下的审计员，合同里写了修路才给地，没修路就拿地的全给我圈出来。于是展开了一场全面核查行动。他手下的内政部长像疯狗一样冲进西部去核实每一寸铁轨，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足足8100万英亩的土地是多占的。在西部，除了铁路大亨，还有一群大牧场主，他们为了非法占有公共土地，私自拉起了绵延几百公里的铁丝网，把政府的土地圈进自己的牧场，甚至雇佣枪手阻止普通农民进入。克利夫兰的做法极其硬核，他没有发文谴责，而是直接发布了1885年土地禁令，命令军队出动收地。割完土地后，他还想给资本们来一刀大动脉。当时的美国国库里其实堆满了钱，甚至多到了让克利夫兰头疼的地步。这不是因为他能省，而是因为当时的高额关税。那时候的关税不仅是国家的收入，更是保护大资本家的金钟罩。关税越高，外国廉价货就进不来，美国的工厂主就可以坐地起价，把成本转嫁给普通农民和工人。他觉得这不公平，为什么要让几千万穷人多花钱去养肥那几个本来就富得流油的垄断巨头？1887年宣布要降关税，这在政治上是自杀行为。幕僚们跪在地上求他，哥，明年还要大选，别搞，你降关税，普通老百姓又不知道，但资本们知道。克利夫兰可以说是基本就没有抱着连任上来的，他不单只得罪政客和资本，就连老百姓他也要得罪。1886年到1887年，德克萨斯州遭遇了特大干旱，农民们不仅没了下一年的种子，甚至连当天的口粮都没了。当地政府无力救济求救信像雪片一样飞向华盛顿，希望总统能给德克萨斯州援助一下，给农民买点种子。众议院和参议院火速通过了一个法案，拨款1万美元。此时克利夫兰拿起了他的否决权大印，狠狠地盖了下去。他不仅拒绝拨款，还附上了一份让所有人都脊背发凉的否决意见书。他在信里写下了那句足以让他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名言：虽然民众应该支持政府，但政府不应该支持民众。他的逻辑是，宪法里哪一条写了总统可以拿全国纳税人的钱去救济特定的某一个州？一旦政府开了这个头，美国人那种自力更生的精神脊梁骨就断了。大家以后遇到困难不去想办法，只会像嗷嗷待哺的雏鸟一样张嘴找政府要食。他认为总统的最高职责不是善良，而是守法。在当否决法案后，他并不是真的想看德州人饿死，他号召私人慈善机构和有钱人捐款，结果非常讽刺，民间最后捐出来的钱和物资远远超过了国会那1万美元。他上台后一系列的做法迅速得罪了所有人，因此他只当了1任。但奇怪的是，卸了1任后，他又再次选上。
克利夫兰属于美国的右派，他认为美国政府之所以会手脚不干净，是因为他手里掌握了太多可以分发的东西。如果美国政府是一台巨大的面包分发机，那么全世界的苍蝇都会围过来。于是他决定拆掉面包分发机，尽量只做一个裁判。但随着美国日后工业不断发展，他的想法慢慢的失效了。下期继续讲解克利夫兰第二任期里克利夫兰让美元在19世纪末避免沦为了贬值无度的垃圾货币，同时也让那个幽灵开始在美国诞生，甚至一发不可收拾。这将是美国各大资本们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